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一款锁骨发，是用到的技术是 A 加 B 加 C。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分区方法。我们的分区呢是由一个刘海分区和一个前后分区加上后部分区组合而成。首先呢是刘海分区，从它的顶点向下一指位分到它的两边前侧点。那么我们的前后分区呢是从它的第二基准点分到它的耳后点，然后后部分区呢是从它的耳后向上一指位的位置分到它的枕骨点。因为我们待会儿要去修建一个圆形的轮廓，所以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斜后分区。好，下边的话我们开始剪裁。首先我们第一步呢，先去定它的长度。长度呢，我们会从它的耳后这个位置取出来一束头发。如果说我们把头发直接从后背定长度，当它剪到前面的时候呢，它的长度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我们直接从耳后这个位置取出来一束头发呢，这个长度定完之后会更加准确一点。好，定到哪里呢？摸一摸锁骨的位置，定到锁骨这个位置啊，因为公仔头的头发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定在这个长度就可以了。好，定好这个长度之后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客人呢头往后侧或者往前侧都是可以的啊。好，那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向后侧、向后转脖子的一个方法。OK。然后呢，以这个头发为引导线，平行分线全部固定在这个位置，去修剪它后部的下区。OK， 固定在这个位置，以我们定好的长度为引导线，平行分线。那么修剪完以后呢，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会形成一个前短后长的一个圆形的轮廓。好，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斜向的一个轮廓。好，另外一侧呢，用相同的方法。好，我们同样的先去找到一个头发，对比一下它的长度。好，剪完这个长度之后呢，还要继续的拿梳子去衡量一下。确保它的两侧的长度是对称的，然后我们再继续下刀。好了，同样的这边呢，让我们的脖颈呢转过来，全部固定在这个位置，平行分线梳理过来。全部固定过来。当我们全部固定过来之后，会形成一个两侧是短的，中间放长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再去拉到后部的中间，把这个位置磨圆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前短后长的一个圆润的效果。好，上区呢，我们的操作方法跟着下区的为引导去修剪就行了。这是第一步，我们现在用到的是 A 技术。现在我们剪的这个 A 技术呢，呈现的是一个前短后长圆形的 A 技术。好，继续固定在我们这个位置。有了导线以后呢，我们就跟着导线去操作就行了。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模特呢配合我们继续转头转过来。好，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固定在这个位置，好，后部呢，我们再做一个连接。确保它的两侧对称度没有问题，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要多观察观察。好 ，OK。下面呢，我们开始去修剪它的侧区。侧区呢，我们会直接一个发片延伸我们后部的头发去修剪。那么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客人配合我们去侧剪头，这样呢我们就更方便去拉发片。
也可以去这样侧头啊，公仔头侧头呢，它跟没侧是一样的效果。好，我们可以忽略它啊。好，延伸我们后部定过的长度，延伸继续切一个斜向上的一个斜线，但是斜度呢是比较小的。那这个时候就会从前到后是前短后长圆过来一个轮廓，但这个斜度呢并没有很明显，呈现的一个圆度呢反而是一个比较自然柔和的效果。好，另外一侧呢同样的方法，好，我们转过来，好，让我们的头模呢可以配合我们往前去侧头，打开侧部的头发。按照头发的流向向侧面这个方向自然垂落的方向去梳理，以我们耳后点的头发为引导线继续切一个微微向上仰的一个斜度，但是不要斜得太多。好，这个位置，哎，我们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微微的向上倾斜一些，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宁长勿短，哪怕你去倾斜的少一些，剪完以后呢，这边比较长，你还可以去进行精修。所以说呢，我们先把这一侧呢可以放长一点，然后去进行一个对比，会微微的放长一些，然后把这里再去修掉一些就可以了。微微上仰。好，确保它的两侧的对称度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好了，当我们去这样切一个圆形的效果呢，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达到一个柔和的感觉，柔和的印象。但是呢，我们这样切完之后呢，前面这个位置依然会有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分斜后的分线，从它的刘海分区1/2处的位置分到它的耳上点，然后把这个头发向前45度位置梳理，这个地方会多出来一个角。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是从它的自然垂落的角度开始，慢慢的逐渐提升，最高不高于45度，把这个角磨圆，而不是一刀切啊，而不是说我们直接拉到高角度，直接把这个角去掉。如果说你直接拉到高角度，直接切掉，那这个位置的角依然存在，它只是变高了而已。所以说我们在去这个角的时候，是用小切口拼凑出来一个圆润的切口上去，这个地方就会更加柔和一些。这是我们去角的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那么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遇到的客人五官轮廓偏适中呢，我们希望剪完的这种轮廓感呢比较硬朗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切水平线，前面的话就拉到高角度，直接切角就可以了。去完之后呢，呈现的一种轮廓印象就会偏硬朗一些。那像这种的话，它呈现轮廓印象呢就会偏柔和一些。好了，这是这一侧。切好了这一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感觉到这边就会更加柔和了。那这边呢依然会有角，会比较硬朗一些。那下边的话，我们剪另外一侧，用同样的方法，分区从它的刘海1/2处分到它的耳上点。然后从低角度开始逐渐向上，逐渐向上，小切口，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个圆润度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好了，我们切完这里之后，我们把它两侧头发呢作为一个对比，确保两侧的对称度。OK， 下面的话呢，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啊，我们的轮廓就已经创建完毕了。下面我们开始去修剪它的层次，我们呢把它降得稍微低一些。
区层次呢和我们的轮廓保持一致。有一句话叫做通常情况下我们修剪的结构与我们的外部轮廓平行一致。所以说我们外部轮廓切的是一个前短后长的圆形的效果，那我们的内部层次呢也希望它呈现一个偏圆形的效果。好，所以说呢现在的话我们在修剪的话，我们会从哪里呢？从它的前区开始操作啊。当我们想要前短后长，我们会从前面开始剪；当我们想要它后短前长，我们会从后区开始剪。那这里呢，我们选择从前面开始修剪。第一片原位微微向前偏一些，提升角度，从水平开始，保留底线，保留这些头发不要动到，以这个头发为引导线，把多余的角去掉。现在呢，我们用到的技术呢是 B 技术，角度是一个轻堆积的效果。轻堆积，不要高于90度，从低角度逐渐提升，不高于90度。那呈现出来的一个层次感呢，依然会有重量，但是是一个非常轻盈的重量效果。好，我们继续放射分线。第二片靠向于第一片，呈现出来一个前短后长圆形，角度逐渐提升，不高于90度，注意。好，继续。3靠2，向前带的多少取决于我们想让后区保留的重量的多少。我们希望它呈现的这种前短后长的反差大小。那今天呢，我们希望它自然一些，所以说2靠1、3靠2的幅度要少一些。现在已经切到它的一个第二脊椎点到它耳上的耳后的这个位置了。我们依然保持同样的方法不变。好，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柔和的层次感。那么我们侧部呢，刚刚去的是骨梁区以上的层次，现在呢，我们要把它侧部的头发呢，骨梁区以下的头发拉到原位，把这个地方有一个角给它磨圆。注意底线不要破坏掉。那如果说我们希望它的头发外线更重一些呢，我们磨这个角的时候就可以少去掉一些。当我们希望它的外线这个位置更自然、柔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走的多一些，但是要保证底线不能动到。好，现在我们去后区的头发的层次。后区头发层次呢，我们不再往前偏移的那么多了，我们接近于原位去提升，这样能够确保我们把后部的头发量感拿走的更均匀一些。然后直接低角度，保留底线不要动，把这个地方磨圆就行了。侧区呢，我们是先去的骨梁区以上的层次，后区呢，我们是骨梁区以上去完以后直接连接的下部，依然用放射分线的方法，接近原位提升，角度逐渐提升，最高不高于90度，呈现一个轻堆积的效果。角度再降低，把下部的这个角磨圆。所以我们现在用到的技术呢，依然是一个 B 技术，轻堆积的技术，只是我们现在利用的结构呢，和侧区有所不同，是开始走随头型圆。角度降低一些，看一看它后部下去有没有角，有的话直接给它去掉。好了，这一侧就已经完成了。去完的层次感呢，就会呈现出来比较柔和的有一定重量的一个效果。下面另外一侧，我们同样的方法啊，
这一侧上一片没有去修完，我们跟随它切掉就可以了，然后再去修剪它的层次。同样的方法，保留底线的这个位置不要动到，提拉出来一部分头发，底线保留，原位向前偏移一些。好，这个时候呢，角度依然是逐渐提升，但是为了让我们两侧的对称度控制得更好，我们可以取出来剪过的那一侧的头发，作为引导线进行2点一线连接，这样呢就会保证我们两侧呢对称度会更加准确一些。好，那么我们同样的方法继续放射分线延伸去修剪，原位向前偏移一些，保留底线不能动。原位向前偏移一些，角度逐渐提升。好，提拉出来另外一侧的头发，进行连接，已经切到它的一个耳后的位置，继续原位向前偏移一些。重点是去它骨梁区以上的头发。好，去完这个发片以后呢，我们先不要去剪后区，同样的，先去把它骨梁区以下的这个角进行一个打磨。注意，依然保留底线，不要动刀。去磨这个角的时候是原位提升。好，切完以后，后区的头发我们开始逐渐的向前偏移的越来越少，直到达到原位。然后骨梁区以下的头发，直接一次性进行磨角。原位，骨梁区以下的头发进行磨角。如果我们希望它的底线更轻盈，我们就可以拉得更低一些，把下区的头发去掉的角更多一些。我们希望它保留它的重量呢，我们就可以把角度适当的拉高一些。好，进行一个磨角。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它的一个两侧的对称度，横向的检查，低于90度的角度去提拉出来。如果说有明显角的话，可以去进行打磨。好了，我们已经用到了一个 A 技术定它的轮廓线，圆形的轮廓，用到了 B 技术轻堆积呢去修剪它的内部层次，也是圆形的一个结构。那么下面呢，我们用去除 C 技术，去掉顶部的量感。整个头发目前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我们希望它的顶部头发更轻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把头顶的头发分出来，拉到高角度，垂直头皮90度提升，
把上面这个角给它去掉，用90度去除的方法拿走。现在我们用到的是 C 技术去角，当然我们用到的依然是走随头型的一个切口。好，然后呢再去做一个前后的连接。好，没有呢就不用去了。目前为止呢，我们除了刘海，我们整个发型的结构呢 ，A 加 B 加 C 呢就已经完成了。这款头发呢，不管是它的发长以及它的这种整体呈现的印象，在发廊当中呢都是非常实用的一款啊。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刘海。好，在刘海操作之前呢，我们先把它的后部的头发先梳干净。这个刘海呢，为了大家在生活当中操作呢更加的简单稳定，我们用一个比较经典的方法去进行修剪。那么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刘海的话，像这种适合柔和结构的刘海，那就是偏向于法式刘海或者日式刘海这种比较偏弧形的这种刘海。那么我们同样的去修这种刘海呢，我们用一种经典的手法。第一步呢，我们先去定长度，定到哪里呢？我们定到它的下巴尖儿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不要去定得太长。这个长度呢，是目的是定它的副刘海。好，直接切方。这是定长度。长度定好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区呢一共分为3个部分，中间的主刘海一个部分，加上副刘海，加上最边缘的这种就是修饰脸型的副刘海，然后一共是分为三个区域啊。那我们注意了，刚开始我们分的是顶点靠下一指位，所以整个头发的亮感呢不会是特别厚的一个状态。好，现在呢我们首先去分出来第一个区域，按照头发的流向分到大概内眼角的一个位置。好，定一个长度，长度呢，同样的，我们定到它的内眼角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第一片。水平提升，切方。好，这是第一步。好，第二步，我们呢分出来它的第2个区域的刘海。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把它最外侧的修饰脸型这个副刘海呢去分出来，单独分出来。好，这是我们的第2个区域。那第2个区域呢，我们用到的方法，把头发打开，按照流向打开，打开之后呢，控制在大概保留比我们主刘海放长2公分的一个长度，然后去连接切一个斜的切口。这样的操作呢会比较经典一点，更加稳定。同样这一侧，大概保留2公分的这个位置开始去2点一线连接，形成一个什么结果呢？中间短，两边长的一个效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弧形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呢，先不要去切它的下一步，我们去拉起来去检查一下它的对称度 ，OK 没有问题，提升到高角度，保留底线的头发不要动到，我们保留1/3不要动到。
提升到高角度之后，我们把多余的角去掉。好，这样呢，我们切完的头发呢，相对来说就会更加柔和自然一点。好，我们呢观察它的一个去掉的量，如果说是感觉还是有点厚重的话，可以再拿走一点量。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厚薄度会发生变化，中间呢会有一点厚，等到最后我们再拉更高角度磨角就可以了。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进行它的一个副刘海与我们中间刘海的一个连接，继续，这是经典的手法。然后作为一个连接，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这样呢，我们的一个偏向于法式也好、日式也好这样的一个修饰脸型的刘海呢，就已经完成了。好，如果我们觉得这里重的话，我们可以拉到更高角度，把这个位置的角再次去掉一些，或者等到吹干之后我们去亮就可以了。下边呢，我们看一下结构剪完的一个效果。现在呢，我们呈现的刘海长度呢，我们会感觉有点长。当我们客人在家里边去吹干之后，再去做一些简单的微造型的时候呢，长度就刚刚好。好了，我们看一下整体呈现这种印象呢，整个轮廓感都是非常柔和的，然后有一定堆积重量的这样的一个饱满度的效果，包括它的后部轮廓也是圆润的。整个另外一侧，当我们的客人呢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刘海呢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修饰脸型的一个感觉。好，整个发型的我们结构呢就已经裁剪完毕了。下边的话我们进行吹风。好了，我们头发呢已经吹好了。下面的话呢我们进行修饰啊，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修饰之前的效果。那么我们修饰的话还是一样的，第一步呢先还原它的一个结构。首先我们针对它的外轮廓线，当时切的 A 技术，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不整齐的地方。针对它的外线呢进行一个打磨精修。另外一边呢一样的，包括刘海的外轮廓也是一样的。我们刘海的外轮廓呢是从短到长的一个流畅的效果，所以我们看一看有没有连接不流畅的地方，我们进行磨角。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好，外线。好了，外线呢经过精修之后没有问题了以后呢，刘海我们进行，由于比较厚，我们再次的进行它的层次的去角，从主刘海先去精修一下，把它的亮感拿走，然后呢我们分出来它的一个副刘海，把副刘海的头发直接拉到高角度，
以它最长的头发不动，连接到我们最短的那个位置的头发，剪出来这个层次感。这个时候呢，头发的量呢就会变得很柔和。这是没有去量之前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去过量之后呢，整体的印象会变得更加完善。好，另外一侧拉至高角度，以最长的头发把多余的角拿走。如果说是我们分区分的比较窄，量感原本就是比较自然的，那我们不用去做这一步也是可以的。只要切完之后效果好就可以。好了，我们再次看一下它的一个侧部边缘线以及后部边缘线的这个角的位置，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多余的重量可以拿走。如果说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再拿走一些重量，让它的外线变得更加轻柔一些。好，整体呢还是比较均匀的，后部的也是一样的。拉到更低的角度，看一看有没有多余的角。有呢，我们就拿走一点，让它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一个自然的效果。那么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操作呢，已经把它的轮廓以及它的内部结构呢已经精修 OK 了。下边的话呢，我们进行它的量感的处理。首先呢，我们用到的是芽剪。那么呢，整个头发结构呢，我们用到芽剪的地方是比较少的，因为头发量感呢比较均匀，也比较自然，我们不需要去掉太多量，因为它去掉太多量之后会改变它的质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针对于刘海主刘海的量有点厚，我们呢去分出表面头发不去，底层头发不去，只去它中间的头发的量。如果你分区分的比较薄的情况下，这一步可以忽略啊。当我们这样去完它中部的量感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质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变得更通透一些。然后再拉到高角度，平行我们的一个切口，还原切口，然后把它的切口的量拿走一些，让它变得更加轻柔一些。记得要提起来角度，保留底线的质感。好，这边呢就 OK 了。来另外一侧，整体呈现比较轻柔的效果。好了以后呢，我们观察一下它的局部区域。如果说发尾比较厚，我们简单的去掉一些，但不要去多啊。我们有两个选择，拿平剪去或者拿芽剪去。拿平剪去呢，我们的速度会慢一点，但它呈现的质感呢会更加硬朗一些。那我们现在拿芽剪去的话，速度快一点，呈现的质感会更加柔和一点点。但是我们呢去的时候要注意，去的少一点，去的浅一点，不要去的那么深。芽剪走的时候，不要打得太靠内部头发，这样呢就可以更大限度的保留我们这个头发的质感。整个头发的切口当时是用平剪去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去进行发尾的柔和。好，快速的进行发尾的柔和。好，我们的量感呢就已经 OK 了。最后一步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胖胖剪，在它的局部区域呢做一些线条。
比如说表层的头发，我们先留起来。我们针对它内部头发，那么做线条呢，我们有几个选择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偏向于质感硬朗一点的线条，也可以做柔和一点线条。那我们后部内部采用的是保留它的质感，所以说我们呢会只划它的发中。好，只划它的发中，然后取出一定的量，让它的头发呢产生线条感，但是呢头发不会去变得太碎。好，表层头发呢，我们也给它盖下来。前面头发呢，我们会去分两层去做柔和。一层呢，我们做一些有质感的线条；一层呢，我们做一些有方向感的线条。好，这里呢是有质感的线条感，让它产生通透感。表层头发分走。因为表层头发是去除层次，所以我们就不做线条了。我们在它的第二层头发，我们做一些流向感向前的一个效果。好，表层头发放下来，它会形成一种填充，效果呢看起来会更加自然一些。同样的，我们呢现在去给大家去分享的是这款发型会用到的一些打薄的一些方法，和我们呢发型质感的一种处理方法。那么如果说打薄挑亮呢，想要更全面的掌握的话，我们的进阶课程以及我们的全课班里边呢，会有一节课专门去分享打薄的这个技术。好了，我们的整个结构呢也就 OK 了。然后最终呢，把它的刘海的发尾再点一下。这里呢，最重要是要控制好它的均匀度。不要让它产生有明显的缺口，或者有明显的痕迹。所以说呢，在去切刘海的时候，一定不要按照流程化去修剪，一定要去多观察，看效果，以结果以我们呈现的目的为中心去操作。对，多看。OK， 这样呢，我们的发型呢就已经完成了，整个结构的裁剪呢就 OK 了也是非常方便、非常快速的。下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效果。